今天我们来聊一起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外交对决场景。时间拉回到2023年的联合国大会，一个关于全球安全议题的讨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忽然，会场里传出一声怒喝，来自中国代表的席位。一位中国代表情绪激动地拍着桌子，大声宣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警告任何企图分裂中国的行为都是注定失败的。现场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许多与会者屏息以待，不敢出声。有的代表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发难吓得一震，也有的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大家都意识到，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被摆上了台面。短暂的寂静后，会场角落传来一声轻咳。只见日本代表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扶了扶眼镜，语气平静却透着锋芒地开口反问了一句，让中国代表当场哑口无言。全场陷入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气氛又尴尬又震撼。日本代表到底说了什么？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纠葛和外交角力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段戏剧性的外交对话，深入剖析其中的来龙去脉。首先，我们得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有多特殊，以及中国为何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激动。台湾实际上是一个由自己政府治理的地区，有自己的总统、议会、军队和货币，在日常运作上和一个独立国家几乎没有区别。然而在外交上，台湾的处境却异常艰难。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定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大多数国家在与中国建交时都不得不与台湾断绝官方外交关系。自197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由北京取代台北代表中国席位后，台湾就失去了在联合国的席位，此后再也无法以主权国家身份参与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大多数国际组织。每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台湾的邦交国都会提案，希望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讨论。例如，台湾曾积极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全球性会议，但都因中国的阻挠而未果。如今，全世界只有屈指可数的10几个小国还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绝大多数国家虽然和台湾保持经贸文化往来，却不敢在官方层面承认台湾为国家。台湾领导人出访也常常只能以私人身份低调进行，参加国际活动时，甚至连台湾这个名字都无法使用。比如台湾的运动员在奥运会等赛事上只能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赛，就是这种外交困境的体现。可以说，台湾在国际舞台上被人为地隐形了，难以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如此，台湾并没有被彻底孤立于世界之外，许多民主国家都以非官方方式支持台湾。比如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保障对台交流，台湾本身也努力以其他形式参与国际合作，例如通过非政府组织、人道援助等途径贡献力量。在民间层面，台湾的科技、医疗、人道救援等软实力广受国际肯定。只是每当台湾寻求更正式的国际参与时，往往都会遭遇中国的强烈反对。这种局面让台湾民众感到既无奈又委屈。他们一方面享有成熟的民主制度，愿意承担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却因为政治现实而频频被拒于门外。再说中国方面，一提到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往往态度格外强硬，甚至火冒三丈。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台湾问题涉及最核心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国官方长期声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坚持只有自己才对台湾拥有主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由于国共内战尚未结束，台湾并没有被北京政府实际控制，但中国始终视台湾为迟早要回归的游子。统一台湾不仅被写入了中国领导人的施政目标，更被视作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一环。从毛泽东、邓小平一路到近年的习近平，无不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更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公开将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写入法律。一旦台湾宣布独立或出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中国即以非和平方式收复台湾。为了实现统一目标，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打压手段。只要有国家试图提升与台湾的关系，或邀请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中国就会立刻强烈抗议，往往还伴随以经济和外交制裁相威胁。中国代表经常在国际会议上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语气强硬，毫不退让。有时甚至只要国际文件中出现台湾字样，中方都会极力反对，要求改称例如中国台北之类的称呼。近年来，这种逢提台湾必强硬反击的作风，还被一些媒体称为战狼外交，意思是在外交场合如同野狼般咄咄逼人。举个例子，2018年，中国政府要求多家国际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单独列为国家，必须在官网标注为中国台湾，否则将采取惩罚措施。当时包括美国的联合航空、德国的汉莎航空等公司最终都不得不修改对台湾的标示，可见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敏感程度。北京方面对台湾则是一手软一手硬，喊话与威吓并举。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宣称台湾回归后可实行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以保留高度自治。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军方近年频频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解放军战机更是几乎每日绕台巡航，给台湾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特别是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在台海周边举行大规模军演，甚至发射导弹飞越台湾上空，并落入日本附近海域，展示了武力威吓的姿态。这些举动令台湾与周边国家高度紧张，也使得国际社会更加担心台海局势可能失控。可以说，中国对台湾主权声索的执念和敏感程度在国际外交圈是出了名的。任何有关台湾地位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弹。接下来再看看日本在这一议题上的历史和立场。众所周知，台湾曾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从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一直到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投降。这50年里，日本对台湾进行了大量建设，至今岛内还能看到日治时代留下的铁路、政府、建筑等遗迹。许多台湾老一辈对日本统治时期的记忆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遭遇过殖民统治下的压迫，比如日军曾征用物资，动员台湾青年上战场等。但是另一方面，不少人也认可日本殖民时期带来的现代化建设和较为良好的治安管理。战后，日本败退离开，但台湾很快陷入新的动荡。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后，由于官员贪腐和文化冲突，引发了1947年的228事件等严重冲突，这让不少台湾人对新接管者产生失望情绪。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台湾民众对日本统治时期反而产生了某种怀念，觉得当年社会秩序更好。历史的沉淀使得台湾社会对日本普遍怀有复杂但相对友善的感情。二战结束后，日本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放弃了对台湾的领土主权。不过，当时接受台湾管辖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后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49年才成立，没有参与战后对台安排，这使得台湾归属的问题在国际法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随后，日本于1952年和中华民国政府签署了日华和平条约，也称台北和约，正式结束两国战争状态，并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华民国对台湾的管辖。这份条约在当时意味着日本承认台湾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统治。然而，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太久。随着60、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日本也开始转变态度，寻求与北京建交。值得一提的是，在1971年联合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日本也曾陷入两难。当时美国等试图推动双重代表权方案，让中华民国，也就是台湾，保留联合国席位，但遭到绝大多数国家反对。最终，日本顺应大势投票支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中国席位。此举为意，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却也意味着日本在外交上不得不牺牲与台湾的正式关系。时间来到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实现邦交正常化。当时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措辞上刻意留有余地，
他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中方立场，并没有直接使用承认这个词来定义台湾的地位。这表明日本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保留了一定模糊空间。建交后，日本被迫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官方关系，台湾失去了日本这个昔日盟友的外交承认。岛内不少人对此既失落又愤慨，有人走上街头抗议日本背信弃义，痛斥日本政府舍弃盟友。不过，日本很快通过民间渠道维持与台湾的紧密联系，比如设立对台交流协会等半官方机构，继续保持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直到今天，日本仍是台湾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第2大贸易伙伴，每年都有大量台湾游客赴日观光，而台湾也有众多年轻人喜爱日本的动漫、音乐和美食文化。两地人民关系十分密切，一旦发生天灾，彼此都会迅速伸出援手。例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时，台湾民间募款金额在全球名列前茅，而当台湾发生灾情时，日本也总是积极提供援助。这种民间深厚情谊为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更加关注台湾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例如2001年，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因病希望赴日治疗时，中国政府就强烈反对，要求日方拒绝其入境。但日本政府最终顶住压力，以人道和民间交流的名义批准了李登辉访问日本。此举引发北京方面的严厉抗议，成为中日围绕台湾发生的一次典型外交风波。近年来，日本国内对台湾的关注和支持进一步提升。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日本国民对台湾怀有好感，认为台湾是与日本共享民主价值观的友好地区。这使得日本政坛对台湾议题也日趋重视。前首相安倍晋三甚至公开宣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那就是日本的紧急事态，也是日美同盟的紧急事态，明确表明日本绝不会对台海冲突袖手旁观。这番罕见的强硬表态在过去难以想象，却反映了当前日本朝野对台海安全的高度警惕。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也多次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在2023年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日本推动各国共同在联合公报中再次呼吁台海和平。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开始大幅提升自身防卫能力，计划在未来数年内将国防预算增加1倍，并在西南诸岛部署更多导弹和军力，显然是在为台海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做准备。特别是2022年8月，美国政要佩洛西访台后，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大规模军演，多枚弹道导弹坠落在日本附近海域。这一事件进一步促使日本上下认清了台海局势对自身安全的重大影响。台湾有事不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被日本视为实实在在的潜在危机。可以预见，日本今后将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对台湾给予更公开的支持。当然，中国对日本这些动向极为不满，屡次批评日本干涉内政。中日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的外交角力正在变得愈发激烈。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之间除了台湾问题外，在东海还有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主权之争等复杂矛盾。中国和台湾都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而日本实际控制着这些岛屿。这一争端虽与台湾问题不同，但也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氛围。每当中日外交关系趋冷时，钓鱼岛海域往往会出现双方舰机对峙的局面。可以说，无论是在台海还是东海，日本面对的都是如何在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面前守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重大课题。正因为日本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上述复杂的历史恩怨和立场差异，所以双方外交官的互动时常暗流涌动，火药味十足。不过，在现实外交场合，中日代表还鲜少如此直接的正面对决。日本通常谨言慎行，不主动触碰中国的红线，而中国也知道日本官方在表面上遵循一中政策，因此公开会议上两国为台湾问题拍桌瞪眼的情况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双方的冲突停留在口头声明或媒体放话层面。例如，当日本支持台湾参与某些国际组织时，中国就会例行表达强烈抗议。又比如，日本有高官公开对台海局势表示关切后，中国外交部往往严厉谴责，
并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这些都属于常见的外交交锋。然而，我们开头描述的那种在国际会议上唇枪舌战、当场打脸的戏剧性场面，实际上并没有正式记录可查。近期网络上疯传的一段声称日本代表当场让中国代表哑口无言的视频，经查证只是虚构的模拟情景。该视频称这一幕发生在2023年某次联合国会议上，但联合国方面并无此类会议的记录。出境的中国、日本，甚至所谓台湾代表的人名，也和现实中的外交官对不上号。事实上，台湾目前既非联合国成员，也不是官方观察员，不可能派正式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因此影片中的情节更加显得荒诞。简单来说，这段网络视频描绘的场景并非真实事件，而是出于想象的创作。虽然上述视频只是虚构，但日本代表在其中抛出的系列问题仍然引人深思。让我们来模拟一下这场对话的精彩瞬间，看看日本代表都问了哪些尖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可曾对台湾行使过哪怕一天的有效统治？第一个问题甫一提出，全场鸦雀无声。这个直击要害的发问让中国代表顿时语塞。事实摆在眼前，自1949年建国以来，北京从未实际统治过台湾岛上一寸土地。还不等中方反应，日本代表紧接着抛出第二问：清朝政府在1895年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之后长达半个世纪台湾不在中国治下，又该作何解释？这话戳中了历史的痛处，中国代表脸色一沉，支吾着想回应些什么。但无可否认，1895年至1945年间，台湾确实脱离了中国的统治。日本代表这一连串以史实为依据的提问，让对方越来越难招架。中国代表气急败坏地怒斥日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叫嚣日本当年侵略过台湾，没有权利干涉中国内政。然而日本代表不为所动，只是淡淡一笑，随即抛出了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紧随而至：1945年日本战败后，台湾由中华民国政府接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尚未成立，请问贵国究竟何时通过法理途径获得了台湾的主权？这个问题把台湾地位在国际法上的复杂性摆上了台面。中国代表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毕竟严格来说，无论是旧金山合约还是联合国决议，都从未明确声明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问直指现实，既然你们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为何台湾如今有自己民选的总统、完整的政府体系和军队，且完全不受北京的管辖？这不说明台湾早已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政治实体吗？此言令中国代表更加尴尬。纵然北京一口咬定台湾是其领土，但眼下台湾确确实实在自行运作，如同一个独立国家。第五问针锋相对，台湾有2300万人口，他们大多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也习惯了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请问贵国何曾尊重过这些人的意愿？难道要将数以千万计的台湾人民全部视作叛徒吗？这一番质询掷地有声，切中的是台湾人民自觉的权利。中国代表哑口无言，因为一旦谈及台湾民意，北京方面从不敢正面回应。而在场的一些欧美国家代表听到这番话，则微微颔首，似乎对日本代表的观点表示认同。最后，第六个问题带着不加掩饰的谴责：你们口口声声说台湾同胞是骨肉兄弟，却在沿海部署了上千枚导弹对准台湾，还扬言不惜以武力相向统一。请问，一个国家会用战争来对待自己声称的同胞吗？这致命疑问如同重锤落下，全场再度陷入死寂。据说中国代表听罢涨红了脸，一时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整个会议厅安静的只剩下众人的呼吸声。美国代表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幕，神情凝重。一些欧洲国家的代表彼此交换眼色，低声议论了几句，显然对这突如其来的交锋感到震撼。日本代表这一连串快问快语，不仅让中国代表理屈词穷，也让在场众人对台湾问题有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要知道，在更早的明朝以前，台湾并未纳入中国历代王朝的版图。17世纪时，台湾一度被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殖民统治，直到明末将领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才开始由汉人政权在台湾见证。清朝康熙年间才正式将台湾纳为一省。
此前台湾与中国中央王朝的关系极为有限，这段史实也使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说法显得站不住脚。这场虚拟的对话对决虽然并未真实发生，却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日本代表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台湾从历史到现状，都不是中国官方宣称的那样自古以来的既定事实。相反，台湾从清朝割让、日本统治，到国共内战分治，一直到如今数十年的民主发展，早已形成了截然不同于中国大陆的道路。日本代表接连抛出的6大质问，其实是从历史、法理、现实、民心等多个角度，逐一击破了中方的论调。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从未管辖过台湾。其次，清朝政府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将台湾割让与日本，这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史实戳破了台湾自古属中国的说法。再者，1945年日本投降时，台湾由中华民国接管，并没有任何国际条约明确将台湾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现实中台湾拥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和军队，俨然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政治实体。更重要的是，台湾岛内绝大多数民众并不认同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最后，中国一边宣称台湾同胞是骨肉兄弟，一边却准备对他们大举动武，这种自相矛盾令人无法信服。对于中国而言，或许该认识到，单靠喊话和武力威胁，无法让台湾民众认同北京的主张。唯有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2300万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选择，才可能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出路。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这场假想的唇枪舌战也提醒各国，在台海问题上，是听任强权叙事主导，还是勇于坚持普世价值，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这是一个考验原则和勇气的抉择。对于台湾岛上2300万民众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无非是能否继续自由、安全地生活下去。当前，台湾主流民意希望在不挑衅中国的前提下维持现状，巩固自己的民主成果，同时争取国际社会给予更多支持和空间。毕竟，对这些生活在台湾的人而言，主权不只是法律名分，更意味着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能否延续。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外交并非辩论赛，现实中的国际舞台很少出现这样针锋相对的场景。但正因为如此，这段虚构影片才让无数网友拍手叫好，它满足了人们心中对仗义直言的渴望。在台湾社交媒体上，这支影片更是引发热议，许多网友直呼看得真解气，也有人感叹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真实外交场合听到这样的发言。可见，这场杜撰的对决击中了不少人内心的期待。话说回来，这段影片本身也提醒我们，网络资讯真伪混杂，在为剧情拍手叫好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理性，厘清事实，避免被夸大的谣言牵着鼻子走。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个故事中汲取有益的思考。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注定了它无法靠一两句妙语就迎刃而解。然而，真正令人哑口无言的，从来不是谁的嗓门大，谁更会逞凶斗狠，而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和摆不平的民心相悖。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也许两岸乃至国际社会才能朝着更理性和平的方向迈出一步。我们期盼未来有一天，不用等到冲突爆发，台海两岸就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尊重彼此存在的事实，正视历史留下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也能展开坦诚的讨论，让台湾2000多万人的声音不再被漠视。最后，这场日本代表怒怼中国代表的故事虽然只是网络传奇，但其中折射的道理却值得深思。它提醒我们，历史不能被任意改写，民意也不容随意践踏。只有当真相与正义站上舞台，再响亮的喊话也会变得苍白无力。与其争论台湾是谁的，不如倾听台湾人民的心声；与其一味强硬，不如寻找双赢的出路。这或许才是这场虚构对决带给我们的真正启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最终驶向何方，取决于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的不是冲突和对立，而是更多真诚的对话与合作。这才是两岸与各国人民之福。